涂瑶，这一辈子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如今，涂瑶别无所求，唯有一个心愿。我膝下只有一个血凤，相信陛下应该明白涂瑶所求了。你先起来吧。我本有心，一怒传位血凤，奈何你不修福德，不得人心，连累了我们的孩儿。这万年来，你一向高高在上，受众人的膜拜。陛下有没有想过，是谁为你铲除异己，在背后助你稳固地位？我受众人的指责也罢了，可我究竟是不修福德，还是在替陛下消灾挡业？陛下难道心中没数？好，我答应你，让雪凤继承帝位。那请陛下即刻下旨，尽早将穗禾赐婚雪凤，如此鸟族自会全力效忠天境。幸福了。只要陛下为我而续望，做长远的计划，涂瑶别无他求，也甘愿受死。你我夫妻一场，你的体面也是我的体面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准了。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，生到复来归，死到长相思。太尉，我们终究走到这一步了。孩儿不孝，还有2年零9个月，暂且欠下，待大仇得报。孩儿定会以龙鱼族之志，为您手足全孝。你们听说了吗？近来鸟族可不大太平，隐雀长老造访魔界，和魔尊一块吃火锅喝酒去了。是吗？看样子，隐雀要带着鸟族叛出天界了。这鸟族族长不是穗禾公主吗？穗禾常年客居天界，疏远本族。论能力、资历、人望，穗禾皆不足以与隐雀比肩。如今天后逝世，这隐雀便成为穗禾掌权的心腹大患。若说是天后授意穗禾构陷隐雀通敌，铲除异己，也未必不值得一信。那若真有此事呢？若此事属实，这隐雀也算得上是一代枭雄了。这几千年，整个一秒洲几乎沦为天地私产，鸟族内部积怨日久。天后失势，过去掩埋的乱象，如今一并发作出来，无人弹压得住。此番隐雀与魔界来往，
一来，必是迎合族内声音；二来，则是趁这次鸟族全力洗牌之际，拿魔界这块他山之石，向天地施压，跟天界重谈条件。殿下的意思是说，天后出了事，天帝因为念旧没有动鸟族，他们不仅不收敛，还要向天界施压。能给天帝带来多大的压力，这就要看隐雀的本事了。鸟族多半会采用权力制衡策略。如今魔界声势日益壮大，是他们最好的拉拢对象。若鸟族此番真的倒戈，对天界而言，必定是重重一击。你家大殿病了一场，倒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总得把刀剑磨锋利了，才能挺起胸膛上战场。你的伤可好些了？谢父帝关心，旭凤小伤无碍，只是母神还望父帝能念在多年的情分上，从轻处罚。我去看过你的母神，他对我说，他愿意认罪伏法，唯独不放心你的前程。母神是为了我，才做了许多错事。旭凤该替母神分担一半罪责。唉，这与你何干？本座本就有心传位于你，将来你与穗禾联姻，稳固住鸟族的势力；润玉与锦觅联姻，便可收入水族势力。那我天界便稳如磐石，四海皆安宁。我对穗禾，本座知道你心里想的是谁。你若要坐这个位子，便要有许多取舍，锦觅便是其中之一。若非要旭凤取舍，我宁愿选锦觅。你以为自己只是个随随便便的散仙吗？你上次跟锦觅私自下凡，已经胡闹了一场。如今，你还罔顾本座与水神定下的盟誓婚约，你叫本座将来如何放心将天界交于你？不是旭凤不知轻重，只是锦觅对于我比其他更重要，还望父帝成全。大胆！父帝莫要动怒。父帝，凡人都说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只是旭凤，父帝与水神仙上有神誓盟约在前，我与蜜儿亦是情深意笃，你何苦让父帝与众人为难呢？情深意笃，兄长如今还要自欺欺人吗？我未来的妻子我自己清楚，倒是火神执着于人间区区数日的旧事，对蜜儿纠缠不清，让为兄着实为难。好了好了，莫再争论。你们两兄弟本该为本座分忧，可是如今却兄弟戏强，这成何体统？日月，召你前来，乃是你的婚期将至，你该筹备的便筹备起来吧。此次乃是本座长子娶亲，乃是天界几千年来未有的喜事，务求尽善尽美。天府里的各种珍玩财宝，你可以随意调用。谢父帝。父帝，恳请父帝取消锦觅与大殿的婚约。我与锦觅确实……住口！这些年你母亲骄纵的你简直是无法无天了。如今竟然连兄长的妻子也敢觊觎，简直是天界的耻辱，家门不幸。看来我对屠瑶的惩治还是太轻了。此事是我一人主张，与母神何干？父帝要罚，便罚我吧。好，火神旭凤听旨，儿德行不修，怪力悖逆，不得人心。即日起解除兵权，交出赤霄剑，责令其闭门思过，改过自新。莫辞，
木慈，木慈，真主，穆念，有宝。酱爆海营，盐烧大王马，醋制彼岸花，酒斟孟婆汤。菜倒不打紧。魔尊好酒，这醉浮屠、小月酿，一定要多准备一些。昨日都已备齐，全部安置在酒窖里。好。他走了。谁走了？木慈。你可曾仔细的找过了？就留下这4个字，又走得无影无踪。这孩子肯定是知道自己身子的事了，你跟他说了？怎么可能？这孩子一向心思重，他一定是怕拖累了我们。他这次也不算不告而别，至少还留了4个字给我，已经很好了。不行，我这就去找他。你去哪儿找他？他身子虚弱，肯定没有走远。我现在就去把他带回来。如果你找不到呢？找不到就一直找，反正我千年万年的寿命，跟他有什么耗不起的呀？奉陪到底就是。木慈，你在哪里？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次生死，闯了那么多道鬼门关，好不容易重逢，你却又食言了，逃开了。你到底有没有一句真话？你要是觉得这是错的，我愿意这一辈子都给你策下去。我们一起刻上的名字，一起消磨的时光，即便过了千年万年，都不会消失，会成为我们之间永远抹不掉的回忆。不愿让是与非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你不要以为这样我就会放过你。就算我把6界翻个面，我也要找到你，找到我老，找到我死。木慈，你给我挡着！不愿然是与非，怎料事与愿违。你究竟在哪儿啊？连个影子都没有，哪怕留个影子也好。我没得选，但是公主可以选。忘了我。一壶清酒，一生尘灰。一念来回回首。你到底要找他的什么时候？不要再折磨自己了。我不回去。婴儿，跟我回去。放开我，不回去。我找不到木子，我不回去。父王知道你心里苦，他会回来的。听父王的话，跟我回去吧。这不是我们魔界大长老秦城王的死印吗？这60多年来，大长老一直是云游四海，行踪不定，无人知晓。这死印你是从何处所得？大长老见多识广，乃我魔界第一智者。如果我们找到他，请他出山，那是不是就有法子救木慈了？别想了，即使把大长老请出来，也是徒劳。还是那句话，世界天残，除了找到天界修行火系法术之人，无解。
陛下，隐雀初入魔界，的确是小神管教无方，可是他一向为所欲为，从不把小神放在眼里。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，你先前竟没有半分察觉吗？往日姨母威震天下，族人莫敢不从，皆同心同德，为天界增威利益。如今姨母不在，鸟族众仙谋逆之心也渐渐升起。这鸟族究竟谁在当家？是穗禾无用，竟连小小的鸟族都管理不善，还望陛下治罪。陛下，穗禾愿戴罪立功，请求让火神殿下出兵，随我前往1秒钟，助我拨乱反正。事情尚未查证清楚，急什么？这兵是一定要备的。只是防患于未然。启禀父帝，孩儿在此查阅典籍，扰了父帝议事，请父帝恕罪。无妨，你既然来了，就一起商议一下。你接着说。父帝，鸟族一向忠于天界，多是些忠义良善之事，只此非常时期，人心思变，怕是受人挑唆，一时受了蒙蔽而已。孩儿以为，父帝可下旨宣谕，加以安抚。一则彰显我天界人术之道，二则那些别有用心之徒的离间之计，也可不攻自破。此次有人趁虚而入，妄图分化我天界与鸟族，此风断不可长。儿臣恳请父帝简拔特使，率一部天兵亲赴1秒州，详加调查隐雀等鸟族长老，严惩幕后之人。夜神此言颇合吾意，你即刻草拟一道诏书，宣谕天加善治。润玉领旨。我削了旭凤的兵权，这特使和驻军。父帝，鸟族并未真乱，只需防微杜渐，稍加威慑便好。此刻不必劳动火神亲赴1秒州，此举怕是会吓坏了那些鸟儿，反而引起恐慌。杀鸡焉用凤鸣剑？特使的人选，容我再想一想。先派破军星君率军前往驻扎，以备不测。是父帝。穗禾公主，如何安抚族中同胞，想必你最清楚不过了吧？是。事不宜迟，请穗禾公主速回1秒州料理此事。是，穗禾告退。那孩儿也先告退了。哎，你等一下。你的伤势怎么样？多谢父帝关爱，已无大碍。我看你最近时常出入这醒经阁，都在读些什么书啊？孩儿最近发现了几本上青天有关修身养性的典籍，正在研读。很好，你一心向善，好学，这是好的事情。但是那些有关天史和兵法的书，也要看一看。你笑什么？孩儿只是忽然之间想起了幼时的那位开蒙恩师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
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难得你还记得，当年屠瑶有些私心，不肯为你请京师，本座实在是看不过去，所以才传授你一二。只是本座当年军务繁忙，只能督促了你半年，未免有些遗憾。孩儿仰赖父帝亲授，才不至于荒疏堕落。父帝开蒙教导之恩，孩儿一生受用不尽，感激不尽。不容易啊！只要你一心求学求好，这醒经阁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谢父帝。快起来吧。凡人皆说，皇帝重长子，百姓爱幺儿，有理啊。你是为父的长子，我怎会不爱惜你？你从小一心向善，勤奋好学，为父对你也是寄予厚望。只是当时你幼弱，无力自保，屠瑶耳目众多，为父若对你稍加辞色，你必成为众矢之的，反倒对你不利。父帝苦心孤诣，加以保全，孩儿岂会不知？我当年做了对不起你生母的事情，你可会记恨于我？往事已矣，父帝您又何必重提？实属无奈。当年魔界大举入侵，而东南水系兵强力壮，却蜀守两端，隔岸观火。本座事出无奈，才出此下策，通过你的母亲拿下了800里太湖，解了兵危之困。这么多年来，为父心中对你还有你的生母一直都心怀愧疚。我总是找机会，希望能够弥补你们母子。父帝愿将当年真相据实以告，孩儿感激不尽。旭凤执掌5方天将府，节制天界文武，责任重大。然则旭凤行事却乖戾悖逆，本座甚是担心。我看就暂时移交给你吧。润玉领命，润玉必慎始尽忠，不负父帝厚望。快起来吧。方才多谢殿下解围。天行有常，自有因果。我无非是不忍见鸟族生灵因天后之过，公主之失，无辜受累罢了。举手之劳，公主不必挂怀。不知母神如何了？父帝又恼怒我提及废除润玉与锦觅婚约一事，就连母神也不准我去探望了。我堂堂祸神，从未如此窝囊过。殿下，来日方长，天后娘娘之事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。倒是锦觅先生成婚在即，殿下若不从速，只怕要追悔莫及。殿下，陛下的禁令未消啊！
多事。先生，承让了。妙啊，50手后发而之人，胸怀全局，稳扎稳打，欲我鲸吞妻子，而不动于心，稳操胜券。先上谬赞。润玉常年不兴，只觉得这异道与不兴也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棋盘如天幕，棋子如星辰，一颗小小的星星便可撼动全局，何其相似。围棋黑白2字，代表着天地阴阳，有正反，有冲突，有胜负之心。这与不兴时仰观宇宙的求道之心大不相同。难得你能融会贯通啊！棋局如战场，义子千钧，生死攸关。若无胜算，又何来求道之心？守孝3月，殿下的心境同从前大不相同了。我龙鱼一族，惨遭灭顶之灾，生母惨死，润玉又岂能无动于衷？哪怕是为了我与蜜儿的将来，也唯有抱必死之心，活出性命，奋起一战。先生，火神殿下求见。小神拜见先生。啊，火神驾临，有失远迎，不知殿下今日到访有何贵干？小神今日前来，一是来探望锦觅，二是带母神来向先生和锦觅赔罪。小女体愧神法，不宜见人。天后多行不义，自有天规处罚，好意心领。火神请回吧。先生，蜜儿刚从鬼门关里出来，先上正在气头上，你就别再火上浇油了。你若真心为他好，不如就先回去吧。大殿在此，只是殷勤周知，做得孝思贤婿，就如出入自家的玄机宫一样。锦觅是我的未婚妻子，她受伤，我自当照顾周全，不劳火神费心。如此，真的是为锦觅好吗？你们2人在锦觅危难之时出手相救，本神感激不尽。现下蜜儿要静心休养，其余的事，等她康复之后，让她自行定夺吧。先生，我差点失去蜜儿，现想起来，只要蜜儿能够平安健康、快快乐乐，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。锦觅，你身体好些吗？你的伤如何了？好点了吗？小伤，没事。你下次莫要再来了。你为什么这么说？你出来，就为再一次给我下逐个令。跟我走。已将定山修为度运，你现有着琉璃净火加持，定要复兴瑶族，助儿续凤，登上帝位。穗禾明白。续凤和瑶族便仰仗于你了，莫要让本座失望。
因为穗禾定不负所托。我知道，牧师害了你娘，是我对不起你。那夜对你毫无意义吗？你与穗禾，我与小玉仙官，如此甚好，这样大家都称心如意了。什么称心如意啊？你把话说清楚。这个穗禾，姚听，飞去。殿下，有何吩咐？什么时候开始，我齐无宫可以让人随便出入了？啊，殿下恕罪，我们也不知道锦觅先生是什么时候进来的。锦觅本来就是我齐无宫的人，谁让你们懒了？我发现我齐无宫怎么养了你们这群笨蛋，全随了辽元君了。殿下，您找我？我问你们，前几日卧病期间，穗禾是不是来过？啊，来过，日日都来呢，一直守在殿下身旁，一守啊就是一整天。谁让他进来的？当时殿下您伤得昏昏沉沉的，虽然没有许他进来，但是也没有不许他进来。殿下，这脚啊，它长在穗禾公主身上，她又是上仙，又和殿下有钟表之亲，她要是想进来，我们拦也拦不住啊。那不让她进来，未免不太恭敬。你们说什么许不许的？我从未许过她什么。从今往后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许进来。是，下去吧。你是不是吃醋了？我没有吃醋。锦觅，如今我兵权被削，母神入狱，父帝逼着我和穗禾成亲。若你再心生动摇，我就真的撑不住了。你娘是你娘，你是你，我不会恨你的，只是我们不可能再在一起了。我明白，牧神杀了你母亲，我知道我现在没有资格再奢求和你在一起，但我只想替母神赎罪。我想问你，你真的想清楚了，决意嫁给润玉？只要爹爹跟小玉仙官能够开心就行了。倘若你们幸福，我自然会祝福你们。但我知道你不爱润玉，你嫁给他，怕是不会幸福的。总之，我们不能在一起。如果我们在一起了，爹爹跟小玉仙官就会伤心。如果我们不在一起，我别碰我！我不知道会怎么了，只要你靠近我，我的心就特别的疼。你一靠近我，
我就会特别的难受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我没有办法。别再跟着我了，别再跟着我了。如今天后为官，世界天残之多，一日胜过一日。我该如何是好？难道真是天要亡我？多谢紫河公主救命之恩。跟我来。灭灵剑是以我灭灵族族人的骨血相铸而成，奇缘铸剑这些年，骨血已快耗尽，虽有天后的仙法勉力维持，但已形同废人，恐无法辅佐仙上成就大业了。所以请仙上允许奇缘归隐山林，了此残生吧。哼，姨母只是暂时失势，我们鸟族一时示威，你便要学那些势力仙家，树倒猢狲散了吗？奇缘不敢。当年若非天后相救，奇缘一定活不到今日。天后的大恩大德，奇缘无以为报，只能来世再报。莫非你要去找你的老相好，变成公主？我和柳英，哦不，我和变成公主早已形同陌路，恩断义绝。灭灵剑，再给我造一支灭灵剑，我就为你根治尸解天残，还你自由，你就可以去找你的变成公主再续前缘，可好？你不信我？本座已在地山修为度日，你现有这琉璃净火加持，定要复兴鸟族，助我儿续凤，登上帝位。穗禾明白，续凤和鸟族便仰仗于你了，莫要让本座失望。
夜神殿下果然高招，这棋无论我如何下，终是没有胜算了。长老这边认输了。纵使再挣扎，撑得须臾，结果也不会有所改变了。唉，隐雀认输。能与夜神殿下这般高手过招，乃是隐雀耻荣。你说什么？鸟族粮仓皆空了？自花界上回断我鸟族吃食之后，花界与鸟族的关系便已有所不睦。如今花界虽未断了花草谷物的供给，但数量远不如从前，粮仓也一直囤不下食物。如此重要之事，你为何不早些呈报？隐雀长老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是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参见族长，鸟族近日的粮灾饥荒，不知族长可有耳闻？长老这是何意？穗禾身为鸟族族长，此等要事自然清楚。那便最好。我还担心族长日日在天界流连，早已忘了我们这些同族。既然族长已知晓此事，不知为何迟迟没有作为呢？族里的鸟儿眼见都要饿死了。此事我自会处理。当初废天后钦点你为族长，助你处理鸟族事务，才令鸟族昌盛兴旺。但如今废天后失势，各位长老们都担心族长还能否担此重任，保鸟族周全。3日之内，我会妥善解决粮灾。我会证明，我坐上族长之位，全凭自己实力。如此，隐雀拭目以待。慢着，长老难道就没有其他事需要禀告吗？不知族长所指何事啊？自然是你去魔界与魔尊会面一事。我与老友叙旧，这等小事也需禀告。族长若是有这闲心，不如早些处理好粮灾一事吧。旭凤执掌五方天将府，节制天界门户，责任重大。然则旭凤行事却乖戾悖逆，本座甚是担心。我看，就暂时移交给你吧。鸟族穗禾启奏，我鸟族生命素以花谷为食，花界虽已恢复供给，然断粮数年，以致鸟族粮仓日渐空虚。今鸟族生灵性命堪忧，遂恳请天界开仓赈济，以解鸟族燃眉之急，叩请圣裁。
如何？天界可有消息？没有。不行，我得亲自去一趟天界，向天帝借粮。可隐雀长老和其他几位长老都已在大殿中等候族长召开会议，若族长此时离去，怕是不妥。哼，他们一个个的，倒是都迫不及待，想等着看我出丑，哪有那么容易？隐雀，今日我就先好好和你算算你去找魔尊的账。族长再不向天界借粮，族长到！就是啊。3日已到，不知族长可有了法子解决此次的粮灾？我已向天界奏明此事，天界却迟迟未肯借粮，怕是与隐雀长老有关吧？鸟族遭受粮灾，天界不肯借粮，可这事儿与隐雀长老何干呢？隐雀长老几日前去魔界与魔尊会面，此事传入天帝耳中，天帝对此很是不满。觉得是我们鸟族起了反心，若非我向天帝成名，鸟族对天界一片忠心，天帝怕是早就出兵镇压鸟族了。隐雀倒不知去魔界与魔尊叙个旧，竟引出这般事端。若天帝当真因此不愿借粮给鸟族，隐雀愿随族长一同去天帝面前澄清此事，好让天帝消除对鸟族的疑虑，尽快借粮，以解鸟族燃眉之急。隐雀长老所言甚是，现下不如您和隐雀长老一同去一趟天界，速速解决此事吧。那隐雀长老可有证据证明自己与魔界并未勾结？既然天界没有出兵，那便表示他们亦无证据证明我与魔界勾结。族长借不到粮食，如今却要将这黑锅让我来背吗？这千百年来，我为鸟族鞠躬尽瘁，令鸟族不断壮大。如今鸟族有难，我耗尽心神，却要因隐雀长老品行不端，导致天家与我鸟族生出嫌隙。我倒是要问问隐雀长老，难道鸟族的粮食还能向魔界借来不成？哎呀，族长，隐雀长老，二位在此争论亦是无用。当务之急，不如早上天庭向天帝表明我鸟族的忠心，速速借到粮才是啊！夜神殿下到！参见夜神殿下。大殿下，夜神殿下今日前来，怕不只是为了与我下棋吧？听闻长老近日密会魔尊，不知商议了些什么？原是为了此事啊。我与魔尊不过是叙叙旧，聊聊天儿，不曾商议任何事情。你们聊了些什么，外人无从得知。不过此事已经上报天庭，若是有些无中生有的猜测，也是在所难免的。万一天帝当真误会了些什么，恐对鸟族不利。天帝命我彻查此事，隐雀长老认为润玉应该作何回复？隐雀愚钝，不知夜神殿下何意？我知道，这些年来，天界对鸟族控制颇多，但当年龙鱼族覆灭之后，废天后亦是将太湖这等富庶之地交予鸟族。鸟族这几千年来比之从前，已是繁荣昌盛了许多，也该知足了。夜神殿下
到底想说什么？但说无妨，隐雀一向不喜欢拐弯抹角。既然长老不喜欢拐弯抹角，那润玉便直说，其实此番前来是有一事希望长老帮忙。我一个无权无势的鸟族长老，恐怕帮不上夜神殿下什么忙。若是被鸟族知道，这绝密的鸟族兵力布防图是从长老这里泄露的，长老认为你将来还有在鸟族立足的可能。润玉今日是作为天界特使，奉天地之命，押粮至此，解鸟族饥荒之困。哎呀！多谢殿下特此前来押粮，穗禾与鸟族上下感激不尽。今日前来，还有一件要事需要解决。不知殿下还有何事需要解决？穗禾愿倾力相助。前不久，隐雀长老私自前往魔界，与魔尊会面一事，相信大家都已经知晓了吧？隐雀长老私自密会魔尊，暗藏祸心。夜神殿下若要惩治他，穗禾定全力配合。但鸟族对天界一向忠心，还望殿下莫要怀疑。穗禾族长似乎迫不及待想要治隐雀长老的罪了。穗禾公主曾向天界请兵，要派天兵回1秒洲拨乱反正，但天帝并不相信鸟族会有异心，并命我要查明原委。我今日前来，便是向各位告知调查的结果。隐雀长老前往魔界，纯属私交。各位切莫要因此事影响了鸟族与天界的关系。原来不是天帝要镇压鸟族，竟是你向天帝讨兵对付隐雀。穗禾那日不过是情急之下才作此提议的。确实如此，幸好未酿成大错。不过鸟族粮仓空虚，闹起饥荒，你却置之于不顾，反而在此讨伐隐雀长老。穗禾公主未免有些本末倒置了。我何时置鸟族粮在于不顾了？早在3日前，我便已上书天庭借粮了。天庭并未收到你的奏报。怎么可能？若非隐雀长老昨日亲自上天界将此事告知，天界不知道要到何时才会知晓此事。穗禾，你不配做鸟族的族长。对，你不配做我们鸟族的族长。是啊，不配做。穗禾公主，正如诸位长老所言，你为了排除异己，打压隐雀长老，而置鸟族各位同胞的生死于不顾，已让天帝陛下对你大失所望。天帝已下令，命我全权处理此事。不过润玉觉得，还是应该与鸟族各位长老一同商议决定。大殿下如今深得天帝陛下的信任，我等还有何疑虑？只是不知大殿下认为该如何决断。润玉以为，穗禾公主如今已经无心鸟族的治理，不如交由贤能之人辅佐之，代为处理族中要务。不过润玉只是个提议，最终的决定还是要看各位长老的意思。此番隐雀长老向天界借粮，为鸟族立下了大功，且他一向心怀鸟族，定会为鸟族谋福。我推举他暂代处理族中事务。我等亦推举隐雀长老代理族中事务。夜神殿下慢走。隐雀长老，将来这鸟族便就交给你了。这一局，隐雀说的心服口服。既已知道夜神殿下手段，我又怎敢再有二心？如此便好。
鸟族的粮仓恐怕要空上2日，穗禾定会因为此事求助天界，而他的奏报会消失无踪。届时，希望长老能够亲自出面借粮，我会以此为机会，助长老掌握鸟族实权。看来我是没有办法拒绝了。只要长老肯率鸟族支持我，总有一日，长老便是鸟族族长，可以放手大展拳脚。族长？那么，大殿下未来又会是谁呢？夜神殿下果然高招，这棋无论我如何下，终是没有胜算。隐雀，原来你不是与魔尊勾结，而是与润玉勾结。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鸟族的将来，而不是如你这般为一己私心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辅佐你，全权处理鸟族大小事务。这个是，我跟你说，这是要7年的灵力啊！木子，不管你去到哪里，我都一定会找到你。又在造灭灵剑，难道他还要对锦觅不利？你现在便去天界，替我杀了润玉。夜神殿下，乃是天地之子，那又如何？他毁了我千百年来苦心经营的一切，我便要了他的命。夜神殿下灵力高强，我造灭灵剑损耗了太多灵力，即便我有灭灵剑在手，我也打不过他。到时我会和你一起去，
干娘若知你如此记挂他，一定深感欣慰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鸟族的权力皆由隐雀长老接手了，想必这一切和大殿下脱不了干系吧？看来你已经开始动手了。我只不过是想完成娘亲的心愿而已。但当初干娘为了这个心愿，做了很多错事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只是希望大殿下不要步他的后尘，只怕最后错了多了，忘了初心。这条路错不得，一步错便是满盘皆输。我已经输不起了。可是你走这条路的时候，有没有为锦觅想过？他是无辜的，他不应该被你利用，也不应该为你而受伤。随我去看看。小鱼仙瓜，小鱼仙瓜，小鱼仙瓜，你在吗？好吧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今日特地前来却不见你，就把他留在此处了。没想到瑞玉不在，你倒是送上门来了，如此甚好，机会千载难逢。你现在给我用灭灵剑杀了他！这万丈须甚为滋补，定能助你尽快恢复灵力。愿这万丈须能滋补你伤势，希望可以帮到你啦。我们就在这凡间做一对平凡的夫妻。我说过，你若再想锦觅，你便是我的敌人。不要做那些违背良心的事情。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，快动手啊！殿下，锦觅，锦觅，照顾锦觅，是。
殿下，原来你还是在乎我的。方才锦觅被火系法术所伤，你为何要这么做？我还能为了什么？你心中只有他，可他却给夜神送药，我气不过。蜜儿，怎么回事？方才有人要加害锦觅仙子，幸亏二殿下及时赶到。人呢？追出去了。你快去帮虚凤，锦觅有我护着。如此甚好。蜜儿，蜜儿，蜜儿。小鱼仙官，这刚刚出了何事？我刚才特地前来给你送补药，正要离开，不知怎地就被打倒在地了，然后我就什么都记不得。是你救了我吗，小鱼仙官？并非我救的你，是徐凤。既然事发在玄机宫，难道目标是我？可是你走这条路的时候，有没有为锦觅想过？他是无辜的，他不应该被你利用，也不应该为你而受伤。都是我不好，我向你发誓，以后绝对不会让你再受到一丁点的伤害。谢谢小鱼仙官，我有爱了。殿下，我并无心伤他，是这个齐渊，他便是在人间要杀锦觅的人。我知道，她是变成公主的朋友。我答应过刘英，不取她性命。可是他屡教不改，想必今日又要行凶，此人不能久留。刘英说过，他是良善之人，我信他。多谢凤兄。木慈，锦觅呢？锦觅可还好？锦觅没事儿，他并不是冲着锦觅来的。凤兄，木慈体内被中了尸解天蚕，需要定期喂养，恐是有人借此利用木慈。他从前所做的一切，都是被迫的，他别无选择。尸解天蚕，如此禁术，可是我母神所为。是姨母救了他的命，他为姨母办事，那是他自己的选择。如今姨母还身在狱中，你们却想撇清关系，真是忘恩负义之徒。随和。如今我母神已被关押进牢狱，他已得了惩罚，希望你不要再怪罪他。凤兄愿意宽恕木慈，我已别无他求，只求将木慈带回，从此与他不再分离。木慈的罪，刘英愿为他赎。今后，不管因为什么，你若再伤害锦觅，我便不会对你手软。我会兑现人间的承诺，你若有性命之忧，我定会相救。但你休要试探我的底线。我要见锦觅。蜜儿已经休息了，已无大碍。听闻今日是火神出手相救，我替蜜儿谢过。不知
火神可有抓到行凶之人？是穗禾闹脾气，伤了锦觅。穗禾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不如尽早禀告父帝。不必了，穗禾是因为我自会与他解决此事的。你让我看他一眼。旭凤，因为你，天后穗禾先后对锦觅出手，你难道非要置他于死地才肯罢休吗？我已让矿路去请水神接回锦觅，火神请回吧。徐凤，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，如今连手中的权力都抛落他人，我失去了一切，可你心里仍旧只有那个锦觅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徐凤，锦觅。潘羽先生，今日子时，庭中一物，事关锦觅，不胜期盼。你要抓着我到几时啊？永远。你堂堂魔界公主，何故要与我这种人耗着？因为你值得。我没有伤害你的朋友，所以我不会让你看不起我。我的木慈终于回来了。这段日子你去了哪里？你为什么又再造灭灵剑？我本来想杀了锦觅，找天后换世界天蚕，可是最后一刻，我突然觉得，即便我死了，也好过见你对我失望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。弟弟，蜜儿，来，趁热把药给喝了。好。
吃块冰糖，去苦味儿。蜜儿，可不能让爹爹再担心你了。这3天2头的受伤，这穗禾同他姨母如出一辙，此事定要奏报天地知晓。穗禾心仪凤凰，所以他痛恨我，也是情理之中的。那蜜儿的心仪之人又是谁呢？说实话，我也不清楚。我心里总是空落落的，我也不知道是何缘故。爹爹，你说我该如何是好？爹爹知道蜜儿懂事，不愿让爹爹和众人为难。曾几何时，爹爹也曾经想过，带你做出正确的选择。然而今日发生的这些事，让爹爹想起你的母亲，也想起过往的那些旧事。爹爹终是明白了，子芬为什么要隐瞒你的身份，藏于水镜。如今，你果然是因爱而深受其苦啊！那我一辈子谁也不嫁，守在爹爹身边，这样就没有烦恼了。傻孩子，逃避亦是无用。现如今你就回到爹爹身边，就放心大胆地去选择，无论是火神还是夜神，爹爹都支持你，只要你能真心觉得幸福。谢谢爹爹。你来了。
先生，怎么了？火？什么火？爹爹。吉米，林小姨，爹爹，这是怎么了？爹爹，你说话呀，爹爹！吉米，你听我说。林小姨，他们怎么了？爹爹。吉米。去哪？吉米，你们去哪儿啊？吉米，我求求你了，凤凰，我求你救救他们好不好？我知道。吉米，你听我说，吉米，我求你救救他们。吉米，你听我说，吉米，来不及了，已经晚了。吉米，吉米。米儿，谢谢爹爹。这太苦了。良药苦口嘛，来，吃块冰糖，去苦味儿。谢谢爹爹。爹爹，米儿，我刚才梦到爹爹。米儿，想哭就痛痛快快的哭出来吧。两位先生含冤遇害，还等着你早日振作，查明真相。吉米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米儿是我未过门的妻子，我即在，何劳火神？火神无需在此时雪中送炭。他如今已是这般模样，夜神此时非要争个高低吗？我求求你们，都出去！吉米，我求求你们，我求求你们出去！是与非，怎料事与愿违。镜中的我，以为时光它却不回。但愿洗去浮华，爹爹，再与你。倘若不是你，让你的半生修为
金属炼入这冰刃中，若不是为了保护我，你也不会。心中的花枯，时光它却不回，回忆辗转来回，痛不过这心扉。只愿余生无悔，随花香远飞。一壶清酒，一身尘灰。一年来回，不余生。姐姐，李秀仪，对不起，我一定会查出真凶，替你报仇。水神神去形孽，天地色变，为之怅然涕下。水神生平胸怀仁善，悲悯天下万物苍生，以毕生之灵力助人无数。本座想追封他谥号德善仙尊。锦觅仙上乃是水神所依之独女，按律应当守孝3年，因此与夜神润玉之婚期，便顺延至3年孝期后吧。另外，锦觅仙上继任水神之位，即日受封。锦觅领旨。起来吧。锦觅，一切既然顺便，我答应你，我定会查出何人害了水神。火神无需为此事操心，我自会替蜜儿查出仙上为何人所害。孩子，苦了你了。长房主，我又如从前一般了。人都说人影不随流水去，水长风去，人影仍在。只是为何如今天地间滴水不伤，水神爹爹却再也不见了。孩儿参见父帝。水神他平日里满嘴的仁义道德，我却时常嗤笑他幼稚如幼童，但我却非常敬佩他，能够身体力行，也就唯有他敢对我说一些真话。可如今他已经不在了。你也是来查水神一案的吗？是。你是要替锦觅做主？锦觅是孩儿的未婚妻子，为他查出杀父真凶，
是润玉的分内之事。披香殿主事呈上来的这些卷宗里面，只提到了水神死于琉璃净火，毫无其他头绪。你如何看？在这6阶当中，有着极高修为，能够操控琉璃净火的，唯有2人。母神现被押于皮索牢狱，而另外1人便是旭凤，且也恰巧他当日就在洛祥府。表面上看，确实如此。表面上看，身在现场，飞白书、琉璃净火，全都指向旭凤1人。可孩儿觉得，这未免太过直接了。你相信这不是旭凤所为？孩儿相信自己的兄弟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那你觉得会是谁呢？难就难在，明知道凶手不是旭凤，却也不知道究竟是何人所为。水神在天界德高望重，万人敬仰，并没有什么敌人，且父帝也看过了卷宗，毫无线索，恐怕要想查出此案的真凶，十分困难。可是如果这些卷宗一旦公开的话，众仙家未必如你一般明辨是非啊。不错，孩儿知道父帝对旭凤寄予厚望，他的声誉不可毁。长远之计，孩儿建议在找到真凶之前，还是封存卷宗，不要公开的好。玉儿，为父也对你寄予厚望了。润玉自当替父帝与兄弟分忧。玉儿，你有的时候懂事的都让人心疼啊。旭凤需要避嫌，这件事情就全权交于你来处理了，就按你说的做。是父帝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看到这位水神伯伯就觉得十分的降火驱燥，而且还很亲切呢。锦觅乃是我与子芬之女，日后爹爹绝对不会再抛下你，让你一个人孤苦伶仃。再高你就要摔出去了！我才不怕呢，摔出去有爹人保护我。不会是他的，不可能是他的，不会的。火神殿下，锦觅一向和你亲近，你好好开导开导他吧。锦觅，我想去击败二位先生，可以吗？小神定会将真凶缉拿归案，告慰二位先生。查得如何？神无进展。很奇怪，二位先生罹难的现场
竟找不出一丝痕迹。爹爹和林秀仪生前胸怀仁善，与世无争，为何会遭此横祸？都是我害了他们。此事怎可怪你？你无需自责。我问你，6界之中，可以自由操控琉璃净火之人，都有谁？琉璃净火是凤鸟族术法的至高化境。据我所知，几千年来真正练成的，除了我跟母神，6界之中，恐怕再无第3个人了。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？那我再问你，可以接连杀害爹爹跟林秀仪2位上神的人，6界之中，又有几个？你是有什么发现吗？若是有，你定要及早告诉我。这封信是我在整理爹爹遗物时发现的。这封信，你有何解释？飞白书。潘羽先生，今日子时，庭中遗物，事关紧密，不胜期盼。除了你以外，谁还会灌写这飞白书呢？你是在怀疑我？这封信不是我写的，分明是有人栽赃嫁祸。那我问你，爹爹遇害之时，为何你会在场？当时洛相府来人，说是奉了水神之命，让我连夜过府一叙。我们中计了。中计？你不相信我？我爹爹灭道之际，他的衣服都烧白了。我问你，什么样的火可以把他的衣服烧成那般样子？琉璃净火。没错，就是琉璃净火。如你所说，6界之中只有你跟天后可以使用琉璃净火，可如今天后人在牢狱之中，能使用琉璃净火的人只有你一个。是你杀了我爹爹！你我相处这么多年，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？风神、水神是你的亲人，我怎么可能对他们痛下杀手？就算是我杀了2位先生，我怎么可能愚蠢到自己留下书信任你猜疑？一切好生思量。如今我无法自证清白，若你当真觉得是我杀了2位先生，那就拿我的命来抵吧。我不要你的命，我只要爹爹活着，我只要爹爹活着。锦觅，给我些时日，我定会将凶手带到你面前。相信我。爹爹，我只要爹爹，我只要爹爹，我只要爹爹还活着，我只要爹爹还活着。爹爹，爹爹别走，爹爹别离开女儿，爹爹，爹爹，凤凰，求求你别杀我爹爹，
爹爹，你别离开我！爹爹，爹爹，凤凰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！爹爹，凤凰，你别杀爹！大殿立下新规矩，从上月起，除八方天将，任何仙家上神都不得随意调查军机卷宗。陛下首肯了。殿下，凶手会不会就是大殿？怎么可能？他是我兄长，我们之间就算再有什么芥蒂，他也不至于这般害我。是，属下一时糊涂了。大殿一向持身中正，天界上下无不众口交赞，他干不出这等事。持身中正，众口交赞，确实如此。润玉只会水系术法，断然使不出琉璃净火。况且水神是润玉的靠山，润玉是个明白人，绝不会仅仅为了栽赃嫁祸于我，就去谋害水神的。你终于来看母神了。父帝不让我来看你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若天帝不许你来，那你切莫要再来，莫再触怒天帝。母神没事的。等你当上了天帝，我自然便可出去。不是，是我的自然是我的，不是我的争来又有何用啊？傻孩子。当然要争啊！不是，你可有对水神动手啊？水神怎么了？水神和风神陨神了，可与你有关。如此甚好。真的是你？是谁杀的？又有什么要紧？如今润玉大势已去，就算与锦觅成婚，也不会动摇你的天地之位。不如想想如何乘胜追击。连牢狱都关不住你的野心，你以为你这样是为了我好？殊不知你只会陷我于不仁不义呀！旭凤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欲当上天帝，岂能心慈手软？不是，你生了我，但你一点都不了解我。孩子，母亲就是太了解你了。你心思单纯，心慈手软，你不愿意去做的事，母神替你去做。你的心思不像润玉这么有城府，可未知哪一天，他反过来会算计你。我们毕竟是兄弟，他又能害我到何处？母神如此只会把他逼上绝路。你必须比他狠，你必须比所有人都狠，才能让所有人臣服于你。旭凤，为了母神，你必须坐上天帝之位。如今水神已经死了，是铲除润玉最好的时机。只要你跟穗禾成亲，那鸟族就是你的后盾。我不会去穗禾的。傻孩子，你怎么就看不清局面呢？如果你执迷于锦觅，你会后悔的。那我倒要看看
不按母神说的，我能不能活得更好？恕孩儿不孝。徐凤，你必须得做天帝，这是母神唯一的心愿。母神为了你，连命都可以不要。养有贵乳之恩，亚有反哺之谊，鸟兽有此，何况神仙？是母以自壮，自能凶残不孝、狠戾忘恩之事与宵禁何异？恕孩儿万难从命，孩儿就是被全天下人所误解，也做不来母神口中的这等孝子。徐凤，徐凤，徐凤，徐凤。别紧张，对于初学者而言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殿下如今政务繁重，况路想早日学会，为殿下分忧。欲速则不达，不着急，慢慢来。以你的资质，相信很快就能上手。殿下，可以排生锈了吗？伤心未落，时辰未到。一下子吃了多少梦啊？撑死了吧？上身秀。是。记住，人生不相见，动如身与伤。爹爹。